Hello，大金 here，我是大金。最近这几天刚完成了高阶的噩梦地城，那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下我死灵法师古毛派的装备、技能还有巅峰盘。那在开始之前，请先欣赏一段我雪昌还有古毛的精彩片段吧。那如果想要直接跳过，可以到下面的说明栏直接点击跳过。我们开始吧 ，Let's go！
Alrighty，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装备的部分。装备的部分呢，我的装备还不算是顶配，不过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装备都有哪些。那在目前来讲，我是玩古毛的流派，所以说头盔的话，一定就是不死面容的独特头盔，因为古毛会有30%的暴击伤害加成。那胸甲的部分，我是使用了防护风暴的精华。那这个的话呢，是死灵法师必备的精华。那护手的部分呢，我是使用了分裂精华，这个也是古毛的必备，因为攻击到的敌人有易伤的情况，然后呢，碎片对易伤敌人造成的伤害也提高57%。那副甲的部分呢，我是使用了步丛的精华，那这个也是对生存力的提高，造成任意伤害时护甲值提高0.6%，持续4秒，最多可以提高到36%。靴子的话呢，我是目前使用闪烁步履的独特靴子，那它的特别的功能呢是每个你闪躲的敌人会使你的绝招冷却时间减少3.6秒。那这个呢是对骸骨风暴非常有帮助，因为骸骨风暴的冷却时间呢是60秒，所以算是一个蛮长的等待时间。那护身符的话，目前我是使用流放领主的独特护身符。那使用的原因也只是因为目前我没有其他的护身符有更高的暴击几率。那而且我在鲜血流派跟骸骨流派之间换来换去的话，那这个护身符还有特别的压制伤害。但是如果我有捡到其他的护身符，那有暴击几率增高，还有暴击伤害增高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换过去。那在戒指的部分，我的其中一个戒指是有加了缠绕触须的精华。那缠绕触须的精华呢，对提高攻击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释放尸体触须后，暴击率增加16%。那在另外一个戒指，当然就是这个赛季的特殊的亵渎灵魂的戒指。好处呢，我觉得是在尸体触须上，因为它会在固定的时间自动产生尸体触须的功能，然后它并没有分享你自己的尸体触须技能的冷却时间。所以说呢，除了它自动的尸体触须保持你的暴击的加成之外，那需要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启动尸体触须，这样子的话对敌人的控制呢会很有帮助，所以他们可以一直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减低他们的攻击力。那盾牌的部分呢，也就是无眠之墙。那这个装备呢，是最主要死灵法师有不停的屏障的主要的配件。那所以它特殊的功能就是，当你有骸骨风暴的时候，集中一个在骸骨风暴范围外的敌人，就会产生另一个。所以说最多的话呢，你可以有4个骸骨风暴。同时的进行，然后伴随着胸甲防护风暴的精华，每次骸骨风暴在伤害敌人的时候，你就会获得屏障，所以只要你有骸骨风暴的存在，那你就会有保护的屏障。那这个就是死灵法师可以在高攻击的环境里面不死的重要的配件之一。那武器的部分呢，我是有末日使者，那最主要呢是看它有暴击伤害26.2%的加成，对附近的敌人造成暗影伤害的时候，造成伤害降低20%，持续5秒，这个部分也是对生存很有帮助。那在技能树的部分呢，就是非常的基本。我目前的总点数只有53，我并没有去跑整个地图，所以走蛮基本的选项。那像是骸骨裂片，我是加满，然后骸骨裂片的路径呢，我是选择了4生之骸骨裂片。核心技巧的话呢，那当然就是骨毛满点，然后选择灵异骨毛，增加暴击几率。那在这里我有放3点在无声能量，最主要是增加我的魂能上限。在不完美平衡的部分呢，我是放1点，这个会提升你的伤害值，但是你会额外消耗
更多的魂能。所以说呢，如果你觉得魂能不足的话，那不完美的平衡就不要放太多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控制魂能控制的很好的话呢，那当然这边可以满点，因为增加伤害值。如果点数够的话，可以加点在劈砍血肉的部分，在目标位置产生一个尸体，然后在对首领时几率加倍，也就是如果说在打魔王的时候，魔王的脚边呢也会自动的不定时产生尸体的话呢，那就会自动的施暴或者是触角的功能，那加速魔王昏迷的机会。然后接下来这里的话呢，是有加一点在学物，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的 Oh shit button， 所以说呢，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那施暴的话，那当然是满点在施暴上面。然后这里呢，我是选择瘟疫施暴，对昏迷或易伤敌人造成的伤害提高8%。然后这里呢，阴森收割也是加满。还有死亡之力也是加满，阴森收割是增加魂能，然后死亡之力呢是增加伤害值。然后如果点数够的话呢，这两个是选择性，如果点数不够的话就不需要选它们。那一个是死亡之友，对近距离造成伤害提高，对你造成的伤害降低。然后死亡之具的话是对远距离敌人造成伤害提高。然后尸体触须的部分当然也是加满，我是选择瘟疫尸体触须，受到尸体触须伤害敌人会易伤，所以说会加强伤害力。然后这个部分还有这3个，如果点数足够的话呢，是会加满。锋锐锯齿释放骸骨技能时，你每拥有30点魂能，可以使骸骨技能暴击几率增高，所以是提高了暴击的几率。碎裂骸骨的话是可以提高伤害值，然后拆骨的话呢，也是暴击伤害的加成。然后绝招就当然是选骸骨风暴，然后在这里加满孤军奋战跟死亡警告。孤军奋战的话呢，在没有仆从的时候对你的伤害降低，然后死亡警告的话呢，是献祭的加成效果提高60%。其实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在你不使用骷髅战士或骷髅法师的时候，那他们在死亡之书上面的牺牲的特技就会升高。所以说呢，依照你的需要，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更高的魂能上限的话，那在骷髅法师的地方呢，你就可以选暗影的牺牲。这样子的话，你的魂能上限提高，而且呢还有技能的加成。然后骷髅战士的话呢，那就是选择袭击者的牺牲，那你的暴击几率会提高5%。所以说这个技能呢，我觉得是蛮特别的，而且也是非常的有用。然后那当然最后的部分就是骨质精华。那巅峰盘的部分呢，因为我没有完成所有地图的任务，所以说我也不是有完全的点数可以使用。不过给你看一下我现在的巅峰盘都是用哪些。那开始盘的话，我的第一个雕纹伤口我是选择地盘，最主要呢是10%的伤害减免，提高生存力。那第二个巅峰盘我选择是接骨巅峰盘，使用骸骨技能击中敌人会使你的伤害值提高1%，而且呢魂能上限提高2点，我觉得非常的实用。然后这个部分呢有魂能上限的加成的节点，这部分的魂能上限增加的都可以点起来。然后那这个部分呢还有稀有节点钙化，骸骨技能的暴击伤害增加30%，这里也是有所有的暴击伤害的节点都可以拿起来。这里的伤口呢，我是用精华，暴击对不健康目标的伤害提高22%。然后那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有全元素抗性增加的节点可以拿起来，然后还有这个骸骨技能伤害增加20%的稀有节点也可以拿。然后呢，再往上看的这一个盘呢，我是使用吞噬血肉 Flesh Eater 的巅峰盘。然后呢，传奇节点消耗5具尸体会使你的伤害提高40%，非常有帮助。然后呢，在这里的伤口呢，我是选择牺牲。
在没有仆从时，你造成的伤害提高10%，对伤害值提高有帮助。然后在这个范围里呢，有元素抗性的节点可以选起来。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锁定是对精英伤害16%的加成，如果点数够的话也可以选这个，那但是因为我的点数不够，所以说我没有选。然后在这里呢，我使用的巅峰盘是死亡信息，那它的传奇节点是至少有2具尸体时，你获得15%伤害的减免，所以说呢，也是提高生存力的一个巅峰盘。那这个伤文的话呢，我是选择暴饮者，是可以在健康时伤害值增加41.7%，对伤害值的增加有所帮助。然后呢，这里有稀有节点护甲增加护甲值，然后还有死亡标记的稀有节点会对受伤敌人伤害增加50%，这个也是对增加伤害值有所帮助。那在这个盘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部分，也就是在这里有一个稀有节点纠正，这个会增加你的暴击伤害30%，然后这附近的暴击伤害增加的节点都可以选起来。那这个就是我的巅峰盘的部分。那最后呢，就是要谈一下，如果有业余玩家觉得高阶的噩梦地城一进去就倒，一集就倒的情况的话呢，那我是建议一定要看一下你的护甲值的指数在哪里。除了现在的电球法师之外，因为它有防护的技能，有100%的 uptime， 所以所有的时间都有这个防护的技能的话，那护甲值真的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如果说呢，你的防护技能会有冷却的时间，即使是1-2秒的时间，那在那个时间之中呢，你都有可能被一个小怪一击必杀，因为我们是讲的是等级150以上的怪物，所以说我觉得护甲值呢是算是蛮重要的。在网上有人谈到这个护甲值的软天花板大概是在13000点左右，我觉得如果说要玩高阶地城的话呢，你的护甲值可能我觉得至少要有8000-9000以上，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一进去一不小心就被一击必杀，所以至少还有生存的能力。那当然呢，如果说你的职业有比如说100%的 uptime 有防护的能力，如果你可以把你的防护的这个功能呢玩好的话，那当然护甲值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对死灵法师来讲的话呢，除了盾牌给你的骸骨风暴之外呢，骸骨风暴本身是60秒的冷却，就算加上了闪烁步履的靴子，还是会有可能会有 downtime。所以说呢，护甲值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觉得好像怎么高阶噩梦地城没有办法玩，或者是很难玩的话，那可能是你护甲值是有所忽略，因为我们都是注重在攻击强度、暴击、压制之类的属性，所以说护甲值呢有可能会偏低，这个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And that's it。那今天的这集就先到这里啦，如果还喜欢的话，请帮助我订阅、按赞。想知道什么其他内容的话，请在下面留言，非常感谢。我们下次见 ，Have a good one， bye bye。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说？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